神仙姐姐，我想报答你，我应该去哪儿找你？等你长大之后，我自会与你签订契约。我们都在这里等了3天3夜了，这楚老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肯咽气呀？难道楚老还有什么夙愿未了，所以才不舍得撒手人寰？老爷子纵横云城半个多世纪，权势滔天，世间万物唾手可得，他还有什么可留恋的？听闻楚老在等一个人，好像还是个女人。这不管是谁，楚家老宅关乎我族的气运，我们绝不能让他落入坏人手中。傅氏集团的太子爷傅云琛，傅少啊，此次前来意欲何为啊？我来啊，当然是为了收购楚家这块风水宝地了。傅少，你别太狂妄，楚老爷还没咽气。楚老爷子，这些钱财足够让你含笑九泉了吗？啊！放肆！竟敢对楚老如此不敬，没有楚老的允许，你没有资格踏入楚家半步。哼！带着你的人，赶紧滚！我操！上！我有没有资格，还用你们说的算？今天啊，我就要跟楚老爷子当面谈谈。住手！那门你碰不得。这世上还没有我碰不得的东西。这是什么怪物？傅少，一张，快过来！竟然是噬魂藤，这藤蔓上的道刺蕴含剧毒，世间恐无人能解。你可是我傅家耗资千万请来的无极神医，传闻无极神医一族世代侍奉天子，可见万毒啊！傅少，这毒，即便是华佗在世，也是无力回天啊！傅少，这噬魂藤啊，可是千年前幽冥谷的道人栽种在此，守护楚家老宅的。唯有真正的家主方能驾驭，其余擅闯者必死无疑。方才老朽可是提醒过傅少的，可傅少你，哼！这女子好强的气场，方才老夫竟不由自主地为她接伞。为什么他会给我一种救世主的感觉？这种感觉似曾相识。求求我，求求我，只要你救我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。还是和小时候一样。噬魂藤的剧毒，就连无极神医都无解，
竟被这女子轻易解开了。我竟然没事了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主人救自己的奴仆，天经地义。奴仆？你知道我们夫人可是你到底是谁？今后我便是你的主人了，你可以叫我月溪小姐。我没什么时间去陪你玩什么主仆游戏，这是一张不限额的至尊黑卡，就当你救我的心。从来都是主人给奴仆施舍恩惠，怎有奴仆给主人施舍的道理？你僭越！你，老夫人到。各位，请回吧。就连我也不知道老爷子在等什么。他悬着的这口气，看来今天是咽不下去了。老夫人，你也是当家的，要不你做主，把这宅子卖给我，只要你开口，出多少我都要。当家？哼，我算哪门子的当家呀？我伺候他了一辈子，他却连个子嗣都不愿意让我留，不就是生怕有人抢走老宅子的继承权吗？现在他要临死了，也不愿意把老宅子交给我，我算哪门子的当家呀？什么？竟然连自己最亲近的人都提防？老爷子这帮守着老宅，到底是为了什么呀？为了我，为了我。这丫头是何人？我不是说了吗？不许有人靠近老宅。傅少也就罢了，不管怎么说，我要敬他3分。这个乡野毛丫头也敢随便来靠近老宅吗？难道我们楚家是茶馆不成？来人，赶快给我轰出去！我看谁敢！奇怪，为什么我会不受控制的为这个女人出头啊？小姑娘，你说我们家老爷为了你不肯咽气，那你倒说说，你们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我与天明是旧识。大胆！竟敢直呼楚老的名讳！月溪小姐，虽然我能保得住你，但是你也别太放肆了。什么时候奴仆开始教主人做事？我家老爷已是耄耋之年，半个世纪都不曾走出老宅。看你也就是20多岁，怎么可能是他的旧相识呢？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的野丫头，等着被噬魂藤刺伤吧！传闻啊，这噬魂藤每释放一次毒素，下一次释放的毒素啊，就是上一次的10倍。这丫头呀，必死无疑了。玉溪小姐，小心！怎么可能？这怎么可能？噬魂藤竟然没有伤到他！传闻只有老宅的主人和其最信任的人才不会被噬魂藤所伤，就连老夫人也无法靠近老宅。这女子却……你究竟是什么人？我说过，我与楚天明是旧识，是你们这些蠢人有眼无珠吧？就是，难道他是楚老的情人？可楚老娶了老夫人之后，就从未出门，更没机会结交异性啊。就算宅内的下人，也都是男人啊，他怎么有机会勾搭老爷？难道是迎娶夫人之前就认识的？哎，你老糊涂了。楚老和他的年龄啊差了好几辈儿，当他爷爷都够资格的。那只有一种可能，这女人是老爷那个老情人的后嗣。哦，原来如此呀！唯独噬魂藤不肯伤他，是因为他身上流着楚老的血。哎，那楚老一直在等的人，莫非就是他？楚天明，你狠心与我绝后，深锁重门，日日防备，原来是心里一直给你老情人留着位置啊！临死了还盼着他的后人来看你最后一眼，对得起我吗？
我说过这儿，只有我们楚家人能够进去，你一个流落在外的野丫头没有资格。资格？楚天明有没有告诉过你？他也不过是个替我守着这楚家老宅的奴仆罢了。放肆！老爷可是叱咤风云的龙头之首，你竟敢骂他为奴！做岳西小姐奴才有什么不好的？说明我和这老头地位相当的。不对，为什么我会有这种想法？就好像当他的奴仆是一种至高的荣幸。哎，岳西小姐，你别听这些老东西说的，你该进去就进去啊！嘿，只要那老头见完他之后安心咽气，我就能收购楚家老宅了。傅少，我不管你跟这个野丫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，但像这种目无尊长、满口胡诌的乡野丫头，就算她身上流着楚家的血，只要老身尚在，就绝不允许她这种女人踏进老爷房间半步。天明娶你为妻，那是他自取的悲哀，我无权干涉。只是可怜他到了最后还不得善终。我们走。等等，我允许你见他。我要见自己的奴仆，还需要得到你的允许。岳西小姐，岳西小姐。我是觉得吧，这楚老爷子留着一口气就是为了见你一面，你不如帮他完成这个心愿，也好让他走得稍微体面一些。岳西小姐，楚老爷子为您守了一辈子的楚家，这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？你觉得呢？天明为了楚家老宅尽忠职守一辈子，确实不该落得抱憾而终的下场。太好了。这老头终于可以咽气了，但是天明的夫人刚刚不让我去见他，那就只好让他出来见我了。可老爷已经卧床多年，神志不清，完全丧失了行动能力，他怎么能出来见你呢？这女人啊，不就是来为难楚老夫人吗？是，让楚老爷出来见他，根本不可能的事儿。天明，该出来迎接小姐了。楚老就剩一口气了，连神医看都无力回天，他怎么摇摇铃铛就能起身下床了？简直天方夜谭！就是，拿一个破铃铛在这摇来摇去的，叫狗啊，狗都不答应。我看啊，大家都被这疯女人唬住了。哎呀，可怜呐，这楚老爷子死不瞑目不说，临终啊还受如此屈辱。不对，他既然能说出来，就一定能够做到。哎，傅少啊，你就赶紧把这女人给带走吧，别逼我们给你动粗。安静。这什么声音？声音是从那儿传出来的，好像是脚步声。不可能，老宅里除了楚老爷，根本没有第二个人啊！脚步越来越近了。楚老爷竟然真的能走路了！怎么可能？这楚老爷子卧病在床10几年，从来没有下过床，这难道是回光返照？老爷，你居然真的醒了！闭嘴！刚才是谁在晃我啊？这个女人直呼楚老爷的名讳，楚老爷生气了。得罪楚老爷的人都没有好下场，这女人完了。天明，是我。
楚老爷从未露出这副表情，难道这个女人真的是楚老爷最想见的那位？70多年了，你终于回来了。什么？70多年？那这女子少说也得100多岁啊！这不可能。天明，你守了这宅子一辈子，这宅子和当年几乎一模一样。你已经尽责了，安心的去吧。老奴就此跟小姐告别。出来！出来！老爷。万年敬仰的老爷子，居然给他下跪了！楚老爷手上拿的是楚家老宅的地契啊！老奴将楚家老宅归还给小姐吧。楚老爷竟然将价值1000亿的老宅地契交给这个女子！若有来世，我愿继续做小姐的奴。天明，安息吧。楚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！夫人，楚老爷走了，很安详。您节哀。月溪小姐，虽然我不知道您跟楚老爷之间有什么渊源，既然楚老爷已经臣服于您，也请月溪小姐允许我们3大长老拜服于您的门下呀。月溪小姐，请让我们为您效劳。月溪小姐，自从我嫁给老爷以后，就在这个宅子里服侍老爷。如今他走了，老身也无处可去，希望您能够不计前嫌，让我来服侍您吧。竟然有这么多人心甘情愿的给这个女人做奴，看来也轮不到我了吧？天明卧病在床多年，你已经将他照顾得很好，今后你无需再照顾任何人。这宅子你也可以一直住到驾鹤。我没有传宗立派的习惯，你们可以退去了。是，月溪小姐。这里还是和以前一样。月溪小姐，你怎么不让他们做你的奴啊？奴仆，你一个便够。那我跟你做个交易，你把楚家老宅卖给我，价你随便开。奇怪，为什么在他面前我会感觉到这么强的压迫感啊？奴仆从来没有资格跟主人谈条件。就算你不肯给，我也有的是办法把老宅夺回来。站住！我凭什么听你的？你会回来的。羞辱！回夫家。是。让我做你的奴？3、2、1。副手，你怎么了，副手？赶紧扶我回去！好的，好的，马上就回夫家。回什么夫家？回楚家老宅！快点，快！求求我！
你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收你为奴，为你续命，乃契约所在。你若是远离我，便会命数殆尽。所以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奴，像楚老爷一样。所以我一辈子都是你的奴，像楚老爷一样。你怎有资格跟天明相提并论？他守着这宅子一辈子，只为尽忠仆之责，而你只想苟且的活着。我跪下！我腿怎么不受控制了？可我怎么才能恢复自由啊？喂！哎，你先回去，今天晚上我住这儿。副总，我觉得有必要提醒一下，你已经有未婚妻了，若是还是跟那位小姐，你想什么呢你？我怎么可能看得上这种女人？可就算楚家老宅价值连城，但毕竟年代久远，不易居住，晚上特别可怕。您纡尊降贵，若不是为了那女人，那是为了什么？总之，我最近不能离她太远。啊，帅吧？帅。用你说。难道我穿越了？他们看不见我。难道这是梦？这也太逼真了！来，客人，你的商务来喽！这是年轻时候的楚天明，他真的是仆人。爸妈，我回来了。这声音，难道是？爸妈，我回来了。刚才那些画面，难道是我在做梦吗？你怎么在那儿？你不是想知道如何才能恢复自由之身吗？那我现在便来告诉你。好，我此行下山是要来度过最后一劫，也就是刚才你所看见，找到那群灭了楚家满门的真凶，了结因果之日，便是我得道归隐之时，而你也无需再服侍我。可是，那都是大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，你找到了又如何？你要复仇？我修炼多年，早已道心空无，情仇皆为虚空，六欲皆归混沌。好，好，轮到你归隐之时，我替你继续守着楚家老宅，如何？月琪小姐，早啊！来了来了！枫叶，你怎么来了？云琛，我听说你昨天晚上受伤了，连无极神医都没有办法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还有，你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？我之后再跟你说，你先进来。云琛，这个女人是谁？这个女人是谁？她的主人。以后若是旁人问起，她会主动介绍。主人？云琛，我可是你的未婚妻啊！你怎么一夜之间竟多了一个主人？傅云琛，我不喜聒噪，还不将闲杂人等赶出去。叶希不会是吃醋了吧？月希小姐，这苏念是我的未婚妻，她
他怎么能算闲杂人等呢？真是一对。怎么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？云琛这是第一次主动承认我是他的未婚妻，还以为他会拒绝联姻。刚才是苏念在说话。亏我还计划准备结婚之后在他的刹车片上动手脚，等他死了，我就算当寡妇，也算是成了富家夫人。什么？云琛怎么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难道他能听见我的心声？他怎么可能听见我在想什么？一定是我多虑了。云琛，你怎么了？该死，他怎么又变回去了？看来我还是得实施计划才行。当务之急是赶紧推进婚事。那个苏念，你先回去吧，我跟月溪小姐还有很重要的事儿。你以后也别来了，以后别来打扰了啊！怎么不继续跟他亲密了？月溪小姐，我跟苏念只是小时候定过娃娃亲，根本就没什么感情。前些年他父母无缘无故发疯了，之后他便执念于嫁进傅家。月溪小姐，怎么了？他刚才所碰之处有残留的晦气。苏念，晦气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未婚妻很有可能与当年楚家被灭门一事。这不可能，灭门案是70多年前的事儿，那时候他爸爸都还没出生呢。他是那群余孽的血脉。你是说，苏念是真凶的后人？这苏家确实有一位很诡秘的长老，传闻他手上沾过很多的血，很多人说这苏念父母发疯也与此事有关，所以那位长老便隐世赎业，只有在苏家盛世的时候才会出现。盛世啊，简单，你与他结婚便是。什么？不是，月溪小姐，你要我跟一个想要杀我的女人结婚？结婚当日，那位苏家长老定会现身。那你也不能牺牲我呀！你作为奴仆，能发挥价值，不应该是一件庆事。不对，这女人 PUA 可真有一把手，简直冷血无情。算了，这招虽险，但是胜算却大，还是让她早点完成夙愿，这苏家老宅啊，早点到我手里，我才能逃出她的魔掌。啊！谁打我？谁？背地里讲主人坏话，该打。口不如丝。天哪，这身矾纂归梦礼服可是全球限量，也就只有苏家千金才能驾驭得了。那位走在傅少前面的女人究竟是谁？她身上的气质简直一骑绝尘。哇，这真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惊艳的女子。又是。我怎么不记得我跟云琛的婚礼有邀请你来？奴仆结婚，做主人的怎有不来祝福的道？这种时候还敢来宣示主权，看我怎么让你当众出丑！你想干什么？怎么了？云琛，就是这个女人，她故意把酒泼我身上，竟然敢在苏家婚宴上闹事！你究竟是什么人？他是我的主人。
傅少玩的可真花啊，居然在外面还有个主人。唉，看来苏小姐也只是他累的一环吧。傅云琛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你跟这个女人让我颜面尽失。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太爷爷马上就到，他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是传闻中那个苏家长老，他在年轻时可犯下了许多凶残的罪孽，后来隐世皈依，轻易可是见不到的。傅少和这个女人当众羞辱苏家，那位长老肯定会出手。看来今天注定少不了一场腥风血雨。苏长老到！终于等到你了。究竟是什么情况？苏长老果真出现了，在他的孙子孙媳发疯自尽以后，便无人再见过他。太爷爷，就是这个女人毁了我们苏家的婚宴。若兰，若兰？难道月溪小姐还有别的名字？苏木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忘不了我母亲。你不是若兰，你是月溪，你从那场灭门惨案中活下来了。苏木，你也参加了当年那场屠杀，是吗？太爷爷，他在说什么？那些不都是之前的传言而已吗？我不可能杀若兰。若真如你所说，你从未参与，那为什么我的母亲会一直在身后跟着你？装神弄鬼，人都死了，怎么可能会出现？这是室内，根本不可能有风，为什么吊着的水晶灯会叮铃作响？若兰，真的是你吗？若兰，真的是你吗？太爷爷，您口中的这位若兰，和我们苏家究竟有什么恩怨？我和若兰自幼便是青梅竹马。若兰姐，他的父母总是虐待他，把好的东西都留给他弟弟，不让他吃饭。就算那时候已经开始闹饥荒，我每次看他都会给他带一块饼。给我的。我不想嫁给他，求你们了！人家楚少爷是这里最大的粮商，你跟着他这一辈子衣食无忧。村里所有人都知道，他打死了好几个老婆。从那天起，我就发誓，一定要把若兰抢回来。放开我！下次再敢踏入楚家半步，把你腿打断！阿嬷，你没事吧？啊，我带你走。夫人，不行，我已经，我的孩子刚出生不久，我不能走。你走吧。若兰，若兰，若兰，若兰！就这样，他一直忍受楚安怀的折磨，但为了孩子，他一直咬牙忍下来。就这样，好多年过去了，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听到有人要对楚家动手。半夜者杀了楚家，反正敌人朝天。要是他们敢反抗，那就把他们都杀了。好，好。
分的人，我们全杀了。干什么呢？若兰，你听我说，今天白天我听到有人今天晚上要对楚家动手，你快跟我走。不行，要是被他们知道了，那行，这个药你先拿着，喝了就会立马昏迷，跟死了一样，气息全无。但是这个药效过了就会恢复了，这样所有人都会认为你在混乱中被杀死。等到结束之后，我来找你，到时候我带你去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地方。好。所以，我母亲在当年那场灭门惨案中，通过假死最后活下来了，是吗？是的，当那群人动完手之后，我去到了楚家，我看到一地的尸体，却唯独没有若兰的。我想着她是醒过来走掉了。我这一辈子，我一直在寻找若兰的下落呀。苏长老真是长情啊！不对，如果真如你所说的那样，那你为什么要饮食树叶？傅云琛，你竟然敢质疑我太爷爷！为何这妖风比刚才更大了？这风是我母亲未安之魂飞你，也是你谎言的回响。苏木，事到如今，你还是不肯说真话。我说的都是真话，难道你们要把楚家的死都怪罪到我的身上吗？以楚家掌门那残暴跋扈的性格，肯定结了不少仇家，所以才被灭门，怎么能怪苏长老呢？可是，我从我母亲口中听到了另一个版本的故事。另一个版本什么意思？据我所知，我的母亲和父亲才是真正青梅竹马，而你不过是一个可怜的乞丐。小乞丐，来。慢点啊，小乞丐。以后我不在了，希望还会有人给你秉持。若兰，我走了，照顾好自己。婚事已经准备好了，明天你就可以做新娘了。苏长老当年只是一个穷小子，那他说的那么深情，难道都是杜撰的？不可能，我太爷爷绝不会是乞丐，一定是你在撒谎。现在死无对证，你怎么说都行。既然都死无对证了，那苏老爷子也有撒谎嫌疑啊。难不成楚家灭门真的与苏长老有关？苏木，你知道你的子孙为什么会疯吗？你知道你的子孙为什么会疯吗？当时太道真人来看过，我爸妈疯掉是因为入账，跟我太爷爷没有关系。苏木，你真的这么想吗？莫非楚家的子嗣相继疯掉，是因为当年楚长老做了什么，遭到诅咒报复？我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。若兰离开以后，我过得一日不如一日。卖饼喽！新鲜出炉的烧饼，走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新鲜出炉的烧饼，过路过不要错过。新鲜出炉的烧饼。死乞丐，你还敢偷饼？叫你偷！叫你偷！下次再让我看见你，把你腿打折！呸！半夜整醒，我们就杀了楚家，反正这是朝天。要是他们敢反抗，把他们都砍了。好，我可以加入你们。楚长老加入那群灭门凶手里面，所以你也有份杀害月溪小姐的家人是吗？我本来是想救若兰。
反动行动，把他全杀了！别喊！小乞丐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过得还好吗？你听我说。对了，我去给你拿饼吃。哎呀，听我说，外边有人要将楚家给灭门，跟我走，我带你离开这儿。是，不行，我得去通知大家。你听我说，小乞丐，你干什么啊？跟我走！哥，你不会有事啊？你在吓我对不对？啊！给我来！醒醒，给我来！回来！是我错手杀死了若兰。什么声音？如今老鼠横行，或许母亲的死因与其有关。那个年代闹饥荒，确实导致了鼠患肆虐。可是他不都已经承认是他杀的人吗？为什么玉溪小姐的母亲有这么重的怨气？苏木，之后你们做了什么？我怕那群人玷污了若兰的尸体，我就把她拖到了地窖，封住，这样就没人能找到她了。可如果我母亲当时没死，不可能，她明明已经没气儿了。跟我提起他们家族的闭气术，难道？没错，闭气之术可与死人无异，但需旁人唤醒，否则就算意识清醒，全身也无法动弹。如果月溪小姐母亲的死跟鼠患有关，而她当时在地窖无法动弹，我母亲亲眼看着自己的身体活生生被老鼠啃食而死。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小乞丐，小乞丐，若兰，你不要过来，你不要过来！真的是他，他来找苏长老报仇了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听天道真人不道实法，你靠近不了我。小乞丐，我靠近不了你，所以我去找了你的子嗣。难道我帮忙反封，是因为他们所谓入账，其实都是被吓疯。造孽呀！苏长老结下的恶缘，终究祸害了自己的血脉。这么多年了，怎么还不敢死？这怨泥纠缠苏长老70年，是要让他一起陪葬啊！现在也是你与我母亲了结恩怨的时候。若兰，我求你了，你放过我，放过我吧！小乞丐，这些年来你没饿着吧？原来许夫人的执念并非是陈月和复仇。若兰，是我害死了你，你却还像以前那样惦记着我。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，我不是人！我竟然还害怕你来害我，还请人做法来防你。我不是人。苏木，完成我母亲的执念，让她离去安息吧。这执念已了，为何还不肯消失啊？玉溪小姐，她是不是还有尚未完成的夙愿？月溪小姐，
为什么？仙魔殊途。可他毕竟是你。去吧，母亲。若兰走了，我也没脸活在这个世界上了。让我死吧！赎罪，就凭你轻易的一死了之。听闻这些年你一直钻研长生之术，那我便要你活着，用你漫长的余生来忏悔你当初的所作所为。啊！哎呀！月溪小姐，你还好吗？为什么这样问？你刚得知你母亲惨死在地窖，应该会很难受吧？那已经是结果，是无法改变的过去。自我当年舍弃姓氏上山修行，便意味着要舍弃这尘世间的七情六欲，何须为着不可逆的因果而伤怀？这月溪小姐果然是大行深啊。不过，不知该说她是大悟还是薄情。你似乎有意见。不，我怎么敢对月溪小姐有意见？不过这话说回来了，既然苏木不是当年灭门案的元凶，这说明幕后指使者另有其人。月溪小姐，我们接下来该从何查询啊？月溪小姐，今晚的月亮很圆。差点忘了，今天是中秋。我予你一天自由，走吧。那月溪小姐要去哪儿？对不起，月溪小姐，是我僭越了，我这就走。陆少，这是怎么了？难得摆脱一张死人脸女人，难道不该跟兄弟们一起放纵放纵吗？哎，傅少不会是被那女的拴住心了吧？肯定是。对了，你们家不是号称眼线遍布云城吗？帮我查查70年前的事儿。那都北洋年间的事儿了，查了干嘛？哎，不会是因为那女的吧？别说些有的，到底能不能查？既然傅少都放话了，我也不好推脱。不过傅氏集团北部那个项目，给你了。真给我？不会吧？那可是价值几十亿的聚宝盆呐！傅少，真对那女人动心了。我那是让他赶紧渡完劫，好把楚家老宅让出来，那才是真正的国家事务，懂不懂啊？果然是傅少，高瞻远瞩，唯利是图啊！要不说你能发财呢。来，今天中秋，哥几个难得齐聚一堂，必须喝个尽兴。来，今天中秋，大家都在团聚，那月溪小姐，月溪小姐，你回来做什么？月溪小姐，今天不是中秋吗？我想着您刚下山，当年的旧时都已经不在了，所以我回来陪你过中秋。陪？是随从。月溪小姐，我本来就是您的仆人，本应该随从您过节的。来坐吧。真的，月溪小姐，我能跟月溪小姐坐同一个桌子。你要是想一直站着也行。不，能跟月溪小姐坐同一个桌子，是我毕生的荣幸。月溪小姐，您喝酒吗？修行之人从不饮酒。对不起，月溪小姐，是我疏忽了，我给您倒茶。
你想说什么？月溪小姐，你会感觉到孤独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我们在这世上总会跟别人产生羁绊，失去的会想念，拥有的会珍惜，所以才不会感受到孤独。反正我是这么想的。那你呢？会孤独吗？在月溪小姐身边，我反而不孤独了，因为月溪小姐给我一种特别熟悉的感觉。说实话，这些天最让我期许的不是楚家老宅，而是遇见你。喂，什么事啊？大早上的。什么？找到新线索了？月溪小姐，说吧。月溪小姐，我找到当年灭门案的新线索了。继续。我的人，不是我。我找到当年下令灭门的人，并且这个人生还在世，就在江都。出发江湖。月溪小姐，等等我。到了。就是这儿。不过月溪小姐，你怎么知道是在这儿？里面有一股强大的阴气。阴气？哎，你。请问你们找谁？我们是来找江部的。找江老夫人的。怎么？你认识我？月溪小姐，她怎么可能认识你？对吧？小姐，我叫林思妍，是江老夫人的护工，确实不认识我。也罢，把你们当家的喊出来见我。我们老夫人已经瘫痪1年了，没有办法出来见客。这瘫痪啊，小意思。你信不信我们月溪小姐分分钟让……带路。这就是我们老夫人，我照顾她1年了，完全没有好转的迹象。晦气缠身，果然楚家灭门一事与你有关，而且我见过你。月溪小姐，你真的认识他？你是当年江氏粮库的长。粮库？楚家也是开粮库的，他们2家岂不是竞争对手？你好像很想说。月溪小姐，她肯定知道当年的事。看着吧，我们月溪小姐要使用换魂术了。你们家老夫人啊，很快就可以恢复正常。什么？月溪小姐的招数竟然对她无效？怎么可能会这样？这世上还有月溪小姐解决不了的事儿？按理来说，就算躯体殒命，也能召唤出她自己的命。老夫人瘫痪以后，连无极神医都没有办法呀。带老夫人回房间吧。是，老爷。你们好啊，介绍一下，我叫方恒，是江雾的丈夫。你看起来比江雾年轻很多。当年他也是掌管粮库的大小姐呀，我只不过是个穷小子，我是入赘到江家的。月溪小姐，这老头不会也跟当年灭门案有关？
他身上没有晦气。没有晦气？这么说来，只有江老夫人知道线索。可是现在连你也没有办法让他开口说话，看来我们这次只能回去了。哎，这样，现在天色已晚了，附近又非常的偏僻，不妨二位先住下吧，好不好？哎，谢谢你的好意啊，这儿看起来阴森森的，我们就……好，我们住下。这宅子虽然大，但许多房间常年不住人，便锁起来了，只剩这一间，招待不周，请多担待。我这何德何能，能跟月溪小姐住同一间房？但是让我住外面的话，那我就不打扰两位休息了。月溪小姐，我还是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要住这儿？因为这里藏着更深的秘密。秘密？那我赶紧回去帮你打听打听啊！不必了，真相很快就会浮出水面。好吧，月溪小姐，那我还是睡地上。过来。难道月溪小姐不忍心我睡地上，所以让我睡床？这是我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啊！月溪小姐，毕竟男女有别，不合适吧？奴仆为主人铺床，有何不合适？哦，那我现在就为你效劳。刚才是什么东西经过？难道是幻觉？不，我要保证月溪小姐不被打扰，我得出去看看。那不是江老夫人的房间吗？她一个护工大晚上进去干嘛？是谁？月溪小姐，这个林思妍护工大晚上的不睡觉，跑去老夫人的房间梳妆，这也太诡异了。从见他第一面，便已经不对劲了。对呀，她一个护工，手上戴那么多昂贵的首饰，还都是有年代感的，还得是月溪小姐观察细致。难道她是偷主人的首饰来戴？但是这老夫人已经瘫痪了，她也没必要跑去老夫人的房间梳妆吧？也许林思妍才是背负秘密最多的那个人。从前呢，有一个白雪公主，她呢有一个恶毒的后妈。有一天，昨晚两位睡得好吗？老夫人，她好像有什么话要说。我夫人经常会这样，她肯定是又不舒服了。思妍呐，推老夫人回房间。是，老爷。这老夫人，她衣物跟昨天一样，头发跟脸也没有洗过的样子，肯定是林思妍疏于照顾。可是这老头应该能看得出来，他为什么不加以呵斥？不错，你还是有些眼力见。多亏了月溪小姐教的好。
老先生，如今老夫人瘫痪，无药可治，你心里很难受吧？都到这把岁数了，病痛缠身呐，终究要面临生离死别呀。有时候我时常想起我们年轻时候的日子。哎，年轻的身体就是好啊！你们两个郎才女貌，肯定很恩爱吧？你说什么呢？月溪小姐可是天上的尤物，我这区区凡人，怎么可能配得上？月溪小姐，这老头总感觉他怪怪的。就跟踪他，看看玩的什么把戏。他们俩怎么会进入一间房？难道？月溪小姐，说吧。月溪小姐，是那老头趁着老夫人瘫痪，领老入花丛，跟林思妍偷情。我估计是被老夫人发现了他们的奸情，所以这老夫人白天才气得想要说话。所以呢？不过就算他们偷情，也不关我们的事。当下最主要的就是唤醒那老夫人，让她说出当年灭门案一事，确定她是不是当年灭门案的元凶。你觉得将老夫人瘫痪是他们俩故意造成老夫人瘫痪的？月溪小姐，为什么？驱魂咒。月溪小姐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你被人下了驱魂咒。驱魂咒？那是什么？它会将你身体内的灵魂驱逐出去。可驱魂咒本应用于驱散弥留在已死之躯内的冤魂，如今却用在了正常人身上。那要是正常人的灵魂被驱赶，会怎么样？身体会变成无魂之躯，永远长生，而那灵魂将会永远游荡在人间。可是我最近也没得罪什么人，谁会给我下如此毒手？这2天你可有碰过什么东西没？年轻的身体就是好啊！是那老头，这2天只有他碰我。可是我跟他无冤无仇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说明他还有别的用。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姐，你不认识我了吗？我是你亲弟弟林奎啊。啊，我弟弟呀，我怎么会不认识你呢？对了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来大城这当护工，爸妈1年多没有联系上你了，这不担心你，怕你出事儿，就托我过来看看。还好你离开村子的时候留了地址。我去，这宅子也太豪华了吧！姐，你服侍的是什么样的有钱人啊？哎，现在知道我没什么事儿了，你先回去吧。
对了，姐，这是你寄回家的钱，爸妈怕你在大城市里不够用，就托我顺道带一部分还你。四爷呢？这是谁呀？你好，我是他弟弟，谢谢你给我姐工作的机会。四爷呢？你弟弟大老远跑来，一定要好好的招待招待呀！是，老爷。别动！姐，我还特意给你带了爸妈亲手做的腊肠，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了，你快尝尝。姐，你怎么了？这也没变质呀，姐，你是不是来大城市久了，口味也变了？怎么会呢？我先去照顾老夫人了，你在这边好好休息。你的姐姐是否跟从前不一样？也说不上来哪儿不一样，就是感觉像变了个人似的。老爷得了怪病，和老夫人一样，检测不出任何病因，恕我们无能为力。怎么会这样？月溪小姐，现在连这老头也瘫痪了，这地方不吉祥，我们还是赶紧离开吧。不吉祥的不是这个地方，而是人。月溪小姐，现在老爷也瘫痪了，实在无暇顾及你们，请回吧。好的。月溪小姐，这也太好了，我们终于可以回去了。不着急，先过了今晚再说。他为什么大半夜跑步？这也太抽象了吧！他们要干什么？他们不是亲姐弟吗？果然与我想的一样。小姐先生，你们怎么还没回去？不要装了，林思妍。哦不，应该是江老夫。月溪小姐，你是不是看错了？她是林思妍，是这儿的护工。江老夫人还瘫痪在床上呢。没看错，她的身体是林思妍，而灵魂是江雾。小姐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对呀，我和我姐姐怎么可能变成另外一个人呢？月溪小姐，如果照您说的那样，那老夫人和老爷子身体里的，岂不是？起初我对江雾使用换魂术之所以失效，是因为他身体里住着的根本就不是江雾的灵魂，而是那位女护工林思妍。怪不得江雾第一次见到我们的时候一直想说话，其实是想让我们救她。你太异想天开了，你们有什么证据吗？当你我第一次见面时，你就已经认识我，不是吗？对呀，你第一次见到月溪小姐的时候，为何会露出惊慌的表情？我还以为你是被月溪小姐的气场惊慑住了，结果没想到原来是另有原因。你一个小小的护工，怎么可能认识月溪小姐？所以，就只有一种结果，就是你身体里住着的是江雾的灵魂，而江雾早在70年前就已经认识我，所以你和我再次见面之际，你才会如此惊慌失措。不，只是你的猜测而已。
猜想，那你知不知道自己早就在其他地方已经暴露？暴露？不可能，我就是林思妍。还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那你手上戴着的是什么？是江雾的首饰。如果你身体里住的是江雾的灵魂，这一切便说得通了。不，我只是偷了老夫人的首饰来戴而已。这种年代久远的首饰，早就不符合年轻人的审美了。只有上了年纪的老人才会产生感情。况且戴在你手上，格格不入。如果你是林思妍的话，你会愿意佩戴吗？我姐一直在村子里没见过世面，这昂贵的首饰就算不搭，当然也想戴着试试。还在讲？你继续说吧。好的，月姬小姐。你半夜坐在梳妆镜前看着自己，其实是早被换了灵魂，在欣赏林思妍这具年轻的肉体。你简直胡说八道！当时我撞见你跟方恒在房间里暧昧，起初我以为你们是背着江雾在房间里偷情，结果没想到啊，你就是江雾，你一直用着林思妍的身体在跟老爷子。还有更直接的证据，林思妍的弟弟带来了他最爱吃的腊肠，而你只吃了一口就嫌弃的吐了出来。不是我记错了，我姐姐根本不喜欢吃那东西。你也在装呢，方恒。月溪小姐，您的意思是说，老爷子的灵魂也被换到了林思妍弟弟的身体里？方恒的身体之所以和江雾一样瘫痪，也是因为被换走了灵魂。你总说换走灵魂，要真那么简单的话，我早就换了。是的，有一个前提，就是要先驱走对方的灵魂。驱走对方的灵魂？难道那个驱魂咒本来是想驱走我的灵魂？他们为了霸占我的身体啊！在驱魂失败以后，刚好林思妍的弟弟上门寻人，便给了你可乘之机，对吗？方恒，我第一次见你时，便发现你的身体早已时日无多，所以你才这么着急给自己的灵魂找一副年轻的肉体。所以他换走林奎的身体之后，大半夜跑步，跟江雾一样，是为了适应自己新的身体。所以你们两个之所以能产生暧昧，是根本没有在意原身体主人是姐弟的关系。可是月溪小姐，我还有一点不明白，他们既然已经换走了林家姐弟的身体，为什么还要将林家姐弟的灵魂放到那两具将死的老人身体里呢？如果只驱走姐弟俩的灵魂，任其游荡人间，肯定会变成怨灵报复，而将他们囚禁在两副将死之躯中，让灵魂随肉身死亡，便再无后顾之忧。这都是你们的臆想，你们有什么实质的证据？证据？我不是在跟你玩侦探游戏，你需要证据。既然会用邪术，就算换了他们姐弟的灵魂，也与你们无关。要不是我收留林思妍在这做护工，她现在还在村子里，饭都吃不饱。在这儿以后，她才有钱寄回去，养活全家。你们知道在江都有多少人靠着江家活着吗？如果我夫人死，他们都得饿肚子。让他们姐弟现身，延续我们的生命，是他们的荣幸。你们根本就没有权利去评判任何人的价值。我就是权力本身，他们那些穷人活着只会受苦，还不如成为我们高贵女王的容器，才是他们这辈子最大的价值。是吗？那就来问问你，愿不愿意成为你这些龌龊灵魂的容器？喊什么喊？你的身体永远都是我。只要你们死了，灵魂就会跟着灭亡。下辈子好胎吧。这事与你们无关，别装什么圣人。的确，这是你们之间的因果。但70年前楚家灭门一事，便与我有关。果然啊，你就是楚家的女儿。你如果认识月溪小姐的话，
那么你就是当年害死楚家的元凶。我为什么要告诉你们？何况事情都过去那么久，现在追究什么？追究，事已定局，我何必追究？但如果你们不肯说实话的话，就算是已经换上了这副新的躯体，也让你们魂飞魄散。夫人，你快说吧，这女人得罪不得。好，你们既然想知道，我说便是了。楚家的灭门惨案，全是因我而起。你们跟楚家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，非得灭门吗？深仇大恨，一点儿也没有。既然没有结怨，那为什么还要？难道是你们两家都是开粮库的，是竞争对手，所以你才要铲除楚家？你还是太天真了。他也清楚，江家和楚家是世交，虽有竞争，但也和睦。逢年过节还互相送礼，记得吗？既然是世交，为什么要下此狠手？难道当年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年闹了饥荒？对，那时候饥荒肆虐，民不聊生，而楚家找门，他的父亲楚安怀找不到了。来，别位，大家长点知道吧也。住手！全分给他们。楚老爷，大驾光临是有什么事吗？江小姐，您是江家粮库的掌门，如今城里闹饥荒，遍地哀嚎，我觉得我们应该站出来，承担起上任该有的责任。责任？对，我希望楚家和江家能够捐出粮食，去救济这些挨饿的人。楚老爷，你还是合格的商人，难道不知道如今饥荒物稀为贵，粮食才能卖出高价吗？你在说什么？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。正是因为人命关天，所以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。你怎么可以如此漠视生命？我漠视？每个人每条命在出生时就已经定好了价钱。你看看这些人，若是这些乞丐有足够多的钱来我这儿买粮食，还会是这副恶狗抢食的样子？就算你江家不捐，我楚家也必定倾尽全力去拯救这些灾民。你这样做只会害我们这些粮库商家抬不起价。你想成为所有粮库的公敌吗？在我眼里，他们的生命是无价的。难道就是因为楚家要捐赠粮食，你害怕没办法抬高粮价，所以才将楚家灭门？若只是如此，我没必要将楚家赶尽杀绝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楚家捐献的粮食是有限的，而饥荒会一直持续下去。对呀，这就更没有理由对楚家下狠手了。这也没有损害你们江家多少利益啊。接下来楚安怀要做的事儿，才让我真正的对他起了杀心。到底是什么事儿？楚家当时在研发一种新的种植技术，一旦研发成功，将会彻底解决当年那场饥荒。这可是好事儿啊！难道江家害怕饥荒解决之后没办法抬高粮价，所以才……说到底，还是为了钱。你们知道江家这么多年历经世事，为何能依旧长盛不衰吗？得了吧，你不过只是抬高粮价，让他们源源不断的给你送钱。错了，并不只是为了钱，而是要让那些人心甘情愿的为我效劳。你一个吃人血馒头的资本家，他们怎么可能真的心甘情愿？当粮食资源紧缺的时候，只要维持穷人的竞争，他们就会死心塌地的给你干活，为的就是多争一口粮食，不被饿死。就算他们知道付出与成果不成正比，他们也能接受。所以你灭门楚家，是为了不让粮食种植技术研发和推广，让那些在饥荒中的灾民继续饿着肚子。垄断粮食资源的你，才能任意控制他们。没错，要怪就怪楚安怀太过于圣母心，天天嚷嚷着什么人命无价，完全不把经商之道放在眼里。月溪小姐，现在水落石出了，
他就是凶手。再告诉你一件事儿吧，真正杀死楚家的不是江家人。什么意思？真正将楚家灭门的是楚安怀救济过的那些灾民。胡说！他们怎么可能恩将仇报？明明是你在撒谎！你太低估人性了。起初，楚家确实把粮食分给那些灾民，让他们饱腹了一段时间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楚家的粮库也没有多少储粮了，于是分给那些穷人的也越来越少。即便如此，他们也不会对楚老爷子下杀手。那些灾民可没你想的那么简单，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饮水思源。你让他们尝了甜头，然后又要饿肚子，还不如一开始就不要给予希望。于是他们便更加贪得无厌地向楚家索要。竟然会这样！当楚家实在没有办法给予每个人足够粮食的时候，我便告诉他们，是楚家想要将大量余粮占为己有。原来是你在煽风点火。他们很快便产生了抢占楚家粮仓的念头，于是我便告诉他们，就算抢夺成功，以楚家在云城的地位，粮食也会被拿回去。就算他们再饿，也并未想过要灭口的这一步。是啊，他们怎么会有杀人越货的胆量？所以我就加了一个附加条件，只要能杀光楚家的所有人，我便每个人给10斗米。10斗米，这区10斗米，他们就要恩将仇报。这便是人性。所以你要责怪的并不只有我，还有那些受楚家恩惠的人，他们都有罪。70年过去，你还从未有过一丝的反思。反思什么？就算过了70年，这世道也没有变。就像这对邻家姐姐的贱命，就该沦为被我们这种妇人霸占身体的下场。不管是什么人，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命运，而你们将自己的灵魂侵占他们的身体，便是逆天而为，必遭天谴。天谴？还是你只想复仇，以此为理由？别忘了，我们现在的身体是邻家姐弟的，你杀了我们，你便也是杀人凶手。我又何必杀你？你什么意思？月心小姐，您不会真要灭了他们吧？这可是邻家姐弟的身体啊！弟弟，我们恢复回来了。月溪小姐，太谢谢你了！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姐姐。为什么我又变成这老不死的样子了？我已经封印了你的幻魂术，而你的寿命即将殆尽，就等着迎接自然的死亡吧。求求你，你能神通广大，你一定有法子延续我们的生命的。因果终会有轮回，比起被你们灭门的楚家，你已经比他们多活了70年。可惜这70年来你并未开窍，没能看淡生死。如果你想让我悔过赎罪，我都可以接受，我还不想死呢。生老病死乃人生必经阶段，在死亡面前，荣华富贵或是一贫如洗，都是公平。我有的是钱，只要你肯帮我，多少钱我都可以给你啊！你确定你现在还有钱？看看你的口袋。这是财产转让合同。什么？江老夫人把所有财产都过继给了我？也就是说，江雾在把自己的灵魂装进林思妍身体之前，就把所有的财产都转到了林思妍名下，好让自己以林思妍的身份继续享用。我的钱呢？真是自作孽！你们啊，就在自己生命最后
在饥寒交迫中度过吧。月溪小姐，等等我。月溪小姐，您已经查清70年前楚家灭门的真相，是不是意味着渡劫成功就要离开了？月溪小姐，对不起，月溪小姐，是我僭越了。你不必跟我说对不起，从今以后，你不再是我的仆人。可是，怎么？可是我还想继续跟着您，服侍您，为您做事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为什么，就是我感觉我喜欢。你刚说喜欢什么？没什么。月溪小姐，那您接下来会去哪儿？回到山上去。那什么时候会再下来啊？不会再下来了。那您能不能把我一起带去山上？你不是一直想要摆脱我吗？怎么这阵子变了？那时我有眼不识泰山，现在我见识到了，月溪小姐就是我想要一直追随的仙。您就把我带到山上，让我继续去服侍您吧。你乃凡人之躯，无法上山，但是楚家老宅可以任由你处变。可是这是您的家呀！我回到山上后，便再也不是了。时辰到了，月溪小姐，我送你最后一程吧。就此止步吧，你已不再是我的仆人，也无需再吟诵。可是我缘起便缘尽，万法一如。纵使来时路有多么的热闹，也都有曲终人散的时候。曾经我拿走过你一段回忆，现在还给你。刻骨的变迁不需遥远，回头看不曾走远，一影目光此生不换。我救了你的命，你便一辈子是我的命。自从那女人走了以后啊，傅少就整天郁郁寡欢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不会真出什么事儿。傅少，这样也不是办法呀！你再怎么惦记那个女人，她走了就是走吧，天涯何处无芳草啊，是不是？月溪小姐，我本来就是您的仆人，本应该随从您过节的。来坐吧。真的，月溪小姐，我能跟月溪小姐坐同一个桌子。原来月溪小姐救过我2次，她是说好做一辈子的奴的。
刚才那时，难道是月溪小姐回来了？时光穿不断，流转在从前。刻骨的变迁不是遥远。月溪小姐，终于再见到你了。成仙以后，不能对人间留有执念，同时也不能让人间者对我留有执念。月溪小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是我阻碍了你成仙之路吗？你必须忘了。可是我做不到。这世间情欲缱绻，执念难了，终归已散。纵使你我缘尽，他也会无时无刻的庇护着你。不曾走远，一目光，此生不换。要分散不习惯，怎么散都太难。分开之后，在你过往的记忆中，将不再有我的存在。愿这爱世代相传。住手！那门儿你碰不得。楚老爷可是布下了噬魂藤结界，死入者必死无疑。为什么噬魂藤竟然没有伤害到傅元琛？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守护着他。傅少，你已经拿到了楚家老宅的地契，为什么看起来还是脸不安的样子啊？刚才楚老爷在咽下最后一口气之前，说自己终究等不到那个人，但是在我的记忆里，好像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，可是我怎么想也想不起他是谁。今天可是苏家千金跟傅少的联姻宴，苏千金父母泉下有知，也算安息了。走，元琛，我们去跟宾客敬酒吧。元琛，我们去跟宾客敬酒吧。元琛，今天是我们的婚礼，你怎么心不在焉的？是不是在想别的女人？苏年，其实你也清楚，你并不是真正的喜欢我，你只是为了完成你父母的遗愿罢了。那又怎么样？那你不应该再这么执念下去，你有权利去追求自己的幸福啊！元琛，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我一直以为你是个纨绔子弟，没想到你竟然说出这样的话。我也不清楚，就好像是某个人突然教会了我这个道理。这里很熟悉，像是跟谁一起来过。先生，你认识我？这里很偏，很多人都在这一块迷路了，你也是迷路了吧？
我也不清楚。要不你先自然心一些，等我弟弟忙完了，我让他送你出去。我以前是不是来过这儿？先生说笑了，没有人会来这么偏僻的地方。姐，这边修好了。这么大的宅子，就住你们姐弟俩？这宅子啊，之前是姜老夫人的，但是传闻说她和丈夫修炼邪术，走火入魔，受伤去世以后，不知道为什么，这宅子之前就过继给了我。不过这宅子既然留给了我，我肯定会好好守护。人爆破之后，会进入大片豪宅了。等等。这楚家老宅，我不卖了。富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这里可是天价的宝地啊！我要把这宅子留下来。可是留下来有什么用？这老宅又不适合居住，要是不拆除，这里就没有价值了。不，它一定有它的价值。或许它在等着它的主人回来。它的主人是谁？我也不清楚，但是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。你再度出现，我看见水烟，承诺在水天之前，回头看，不曾